10分鐘嘅時間就咁樣叫人走，佢哋做工程嗰啲有咩理由可以容許到呢啲嘢發生？大家睇清楚，喺10分鐘內就已經咁樣，係冇可能逃生到嘅，根本係。住第2座嘅，所以我睇住佢由第6座燒到第5座，一路燒過嚟，佢都唔淋水，我都唔見有啲消防去射水喎。我哋而家真係好慘啊，都唔知想點啦而家。3點鐘話俾佢聽屋企火燭，到我即刻喺公司趕翻嚟3點半，佢已經翻到嚟好大火，跟住我衝入去揾啲消防車揾啲消防員，話俾佢哋聽，不斷求救啦，幾十次求救咗幾十次啦，到而家仲未救到咯。我太太同埋隻貓，佢同最愛佢最中意嘅貓一齊走。啲朋友啦，朋友嘅朋友啦，好多都住喺裏面嘅。咁有啲咧揾得到啦，有啲就見唔到啦。而家有啲都失聯㗎。咁唉，總之覺得即係唔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咧，即係感覺度冇咁大咯。但係親身喺度，即係成個過程感覺咧，真係點講咧？即係好似個心好唔溫暖咯。嗱，呢度元洲仔公園對住宏福苑，呢個應該係宏昌閣嚟嘅，着晒火。搞錯啊！嗱，呢度咁樣着晒火啦，已經下邊。我们这个楼买了有20多年了，就说全部家长全部都买这个楼，你说现在这个一烧这样子还有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要我们怎么办呢？现在心情想死的心情都有啊。警方係鎖定咗工程公司呢3名嘅負責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宏福苑發生嘅5級大火，導致多人傷亡，我感到極度難過。香港这么多地产商，他们都是这么多的钱，他们为什么不建中一栋楼？这一栋楼它是房间里的间隔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他摁一下，
那个就是两室一厅。我平常一个人在家里，你大一半阳台都没关系。来客人了，我一摁多出一个房间来了。为什么收发没有？我没有看到整个商业是房产价值，就没有出现这样的尝试。他女儿是你的粉丝，对对，等一下我要给你拍张照。其实我们做过这个集合住宅，对，在杭州可能就是不太知道，你们做6栋高层的住宅建筑都是100米的哈。对对。所以那个也是在2000年初，01年设计的。对，01年。可能比这个校园还早1年。正好是你怀孕的时候。是的，是的。他们那个是浪漫的想象，我在你的产房里画下了那个东西的草图。就是那个住宅，刚才你在关心的那个。当时我就说一个问题，我说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先锋的建筑师，是不能够都在设计什么艺术家工作室啊，什么小画廊啊、咖啡厅啊。对。我说这不行的啊，我说一定要正面面对，城市社会最大需求，对什么住宅。所以呢，都觉得住宅没法做作品，尤其是高层住宅，得房率要求很苛刻，没法做作品。完了，我就一定要做一个。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机会，做了这6栋100米的住宅。6栋100米的住宅楼，就是说一共这个800户，我要让每一户都能够享受到一个院子。我怎么做到？怎么做的？每一户要能感觉到他是住在一个2层楼里，而不是住在一个100米的楼里。我要让每一户在楼下指着那个院子说，那个种了一棵桂花树的是我家，旁边住了一棵柿子树的是你家。我要做到这个。当时你们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做成了，做好了，已经2000年设计的呀。我打车路过，我上学路过很多次。你喜欢吗？挺漂亮，路过很漂亮。我刚才说的，我这个2室1厅，我就实现了它。都实现了。我把这2室1厅的所有的门全部给废了，变成了1室1厅，就是1厅，也无室也没有室和厅的区别。但他万一来客人了，他需要2室了，那完了我有屏风隔断，完了之后可以对它进行切割。完了我们2个人拿着一个床垫，我们根据季节在不同的位置上睡觉，搬着走。我们家里至少有3个地方可以换着睡觉。那为什么那些大地产商他们没有把这样的房子，这样你卖的贵一点，人家也愿意啊？麻烦嘛，因为他要卖批量，他要塑造你的观念，完了之后让你走上这个路之后，就他好卖嘛。像我这样弄的话，都不确定，多样性。其实这个做从生意来说，这个就很难。对了，这个我来解释一下。买的人会愿意，但是他卖的人不愿意，因为地产商他有一个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产生最高的效益，那肯定造这个房子是越快越好，成本高。对，它越时间长，成本越高。就100米的那6栋住宅楼，因为它要每一个家有一个院子，然后呢，它那个又做了一点造型的变化，那它每一层。就是那个建造的时候，它都要织膜，它每一层的那个膜，它还不能重复利用，它就是为了每一层，它都得重新织一个模板，搭脚手架那个模板，然后你才能去交，不像一般的楼简单嘛。如果是从1楼我到100米，30层。我每一层都是一样的，他们现在用的叫滑膜体系。什么叫滑膜体系呢？就是我1个礼拜，因为这个膜在这一层造的时候，我这个礼拜造好了，我下个礼拜这个膜直接往上一升，就把第2层造了，再往上一升。这就要求这个楼不能有凸凸凹凹的造型，必须是上下一般齐的，直的。为什么大家都是上下一般齐的？但是比方说它稍微设计一点变化，那我每一层都要重新织一个膜，拆掉，重新织一个膜。你想想，30倍的工作量。所以我那个开发商每平方米比别人多1000块。对吧？完了那个面积呢，因为一些院子又少了面积，所以2项加在一起，他就觉得很所以他做完之后，尽管卖得很好，但是他仍然说，他说我这辈子好歹理想主义了1次，我绝对不会理想主义第2次。那住在里边的人体验怎么样呢？很有趣。这个房子当时杭州的楼盘基本上都是3个月内一定要卖光的，这个楼呢卖了1年才卖光。就不好卖嘛，但是呢，接下来一个事情大家没有想到，大部分的房子入住率不高，因为大家买的是投资的，
这个房子入住率超过90%，就是只要进去之后，他就发现哇，这个房子他喜欢，这个他自己住，而且他客观上也会成为一个小社区。然后我们因为他这个可能进去的人都可能这个，我每2层大概6、7户，它会有一个2层通高的小院子，共享的一个院子，是下雨天老头小孩不用下去，就在这个院子里可以玩，可以写作业，完了大家还可以种点花花草草，就它有一个小社区的概念。这个楼最有趣的就是新房子的时候卖得很慢，但是它后来它的2手房每次一出来都是秒光，对，所以很有意思。但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因为它和市场上卖的房子太不一样了。一开始很多人有点不敢买，需要改变观念。这个哲学上有一个词儿啊，就是福柯他们讲的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被构建的，我们头脑里啊，比如说你要住在哪儿。你为什么是2房1厅？为什么就有个洗手间？这些不是天经地义的嘛？对吧？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去那个 MoMA，MoMA 美术馆啊，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看一个照片，赫鲁晓夫来访问，当时赫鲁晓夫那个美国总统是谁我忘了，这照片，你看他那个 MoMA 美术馆就是大的冰箱，这个厨房就是这个开放式一个台，然后呢家庭主妇，所有的美国的那个生活杂志。就等于当时的女性告诉你什么样的女性生活是幸福的呢？对吧？有一个庭园，那个早晨阳光洒在草地上，然后你在那既快乐的准备早餐，喝咖啡，就整个然后就是大冰箱，然后我看见那个照片，就等于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就是跟赫鲁晓夫就讲，你看，就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你看看就美国式的生活，就说你为什么什么2房1厅啊？现在这个公寓楼这个模式。是谁决定的，对吧？100年前中国人不住这样的地方啊，这日本人也不住那样的地方。哦，你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不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我们要追求中国式的现代化。你这也接得好，总结的有高度。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咱们在城市里住公寓楼啊，住什么啊？你觉得现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生活居住方式？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良的？基本上我们现在的生活，你就生活在一个模板里，就说不千篇一律，不只是造型说千篇一律，你的生活方式是在一个模板里，而且这个模板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真正人和人之间在住宅里是不交往的，但实际上这种房子原则上就是不接触的一种状态。不接触是房子造成的吗？就是这现代人，我觉得一般都不大跟房子有关系。跟房子应该说直接有关系。你其实房子按道理是可以创造一些条件，让大家接触。就像我刚才我说的，我设计的那个高层住宅，我精算之后，我给每6、7户给一个小院子，2层高的，因为2层高就是至少有6米高。是可以种一棵大概这么大的树的，很少有人种，当然那是后来的话，不是你这个话说的很不负责任。实际上那个当时我们做完之后，就是内部就争论，业主啊，包括我们就一起讨论，大家在争论谁种。有一派认为让住户自己种，还有一派认为呢，就是干脆我们物业统一种啊，有2种做法。所以后来呢，觉得短平快出效果呢，就是让物业统一种。后来发现物业统一种呢，就是非常粗糙，乱七八糟的种，那个而且看护的很差，这个植物死得很快，就这个设想就很快面临失败了。我当时也很失望啊，这个社会实验没能成功但是我新生活运动，我12年获奖。完了，有很多来采访我的媒体，完了就有一个媒体要想拍这个，我说我们去撞大运，随机，完了就上电梯，进去一个院子，空的，啥都没有，树也死了，我很失望。咱又随便上几楼，又进一个院子，哇，就整个是一个植物园，一个小朋友正在那个植物下面一个小桌子上正在写作业，我就发现就是住户自己不满足，开始干了，就这种事儿是自己发生的，就你首先建筑师你得创造条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按照你的条件去做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不一定发生，但是如果你不设置这个条件，它就一定不发生。
您新科人现在是喜欢西方的建筑，还是喜欢中国的建筑？这个事儿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它各有各的文化背景。你觉得西方的建筑给了你什么？中国的传统建筑给了你什么？西方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就是思想的自觉和解放，这个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整个现代的核心要义其实就是思想的自觉和解放，就是你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你就是简单的因袭这个习惯，而是说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状态，所有的事情我可以重新想一想。是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重估一切价值。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给我啊。但翻过来讲呢，我觉得中国东西给我的其实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这一套和自然更亲近的体系，我觉得在未来更有戏。而西方现代的这一套钢筋混凝土的玩意儿，在未来没戏，这才是我为什么对中国的传统会花那么多的心血，因为它对未来有戏。其实就中国古代的建筑，在山谷之间，然后呢，就是木头的这种亲近感啊，是我就越来越觉得可亲。水泥里的好像待不长，就那么一种感觉。当然它也有文化，就是有地理气候各方面的原因。你比如说欧洲的房子基本上都不讲朝向，那个地方夏天都不超过30度，对，而且呢也比较干燥。气候我们这样的气候是相对来说就比较恶劣，像杭州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又潮又冷，所以它一定需要通风，它需要朝南。知足吧，这里有春夏秋冬。像新加坡呢，全年都是夏天。对呀，对，那像北方，像西伯利亚那些地方嘛，在地球上这是好地方。但是呢，就可以看到这一代的建筑，它对气候的反应。就是我们的建筑之所以形成这样，是跟自然不仅有关系。您刚才这么讲，实际跟这个哲学、意识形态、礼仪都有关系，和身体还很有关系。和中国人的西方的现代的这种建筑，一般年轻的时候你扛得住，到了你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对人不友好。而且东方的东西啊，真是就生命。咱们有一张共同喜欢的宋画，就是《西山行旅图》。前一阵我看一篇文章啊。我就注意到，就是说，疫情期间，你曾经把这张画挂起来，看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这个王老师的这个形容啊，就是那种能量感呐，那种冲击力。他形容他就是说看到了生命。您是对宋代的这个审美非常喜欢？对，因为他真的是品格高啊，品味高啊。一说中国文化就什么都好，我不是这个观点。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习要继承，当然所有的传统我觉得都值得保护，但是你还是要追求高级的东西。宋代是我们传统里我认为最高级的，我们可以体会到的。王老师这么提到书画，提到传统，书画也是一个艺术品。那我们老是会面临，比如说传统、继承、创新、打破、突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包括当代的这种中青年的所谓的书画艺术家，他们也是有时候会困顿、会挣扎、会受到的批判很多等等。那您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这种困惑？那当然有啊，一定有啊，因为你像我们其实建筑跟你们其实是中国的这个东西都互相很像的，相通。你像我们中国的建筑，从这个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接触现代的东西。谢谢。其实一直发展到今天，现在还有很多建筑师还在那个非常封闭的一套语言中活动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新的一代的话，就是完全把传统忘掉，完了就是完全跟着世界上最新的潮流走，基本上这是两大派。那中间有没有中间的路啊？这是我在琢磨的。对，就是既传统要学，完了现代的东西、好的东西都要吸收。像我们建筑师，你不得不吸收。你像整个的这个钢筋混凝土这套体系决定了传统的形式全都无效了。那您没有瓶颈吗？瓶颈一定有啊！我从毕业之后到我开始突然突破障碍，我中间大家很多人都说我在西湖边上差不多算是隐居了10年。
将近10年，我就啥都不干，我用无所事事的方式度过了10年。其实就是设计，什么都不设计吗？有的时候打点短工，因为还要贴补家用，但是差不多就接近于没做无所事事，因为我要把我学过的东西能忘的全部忘干净，我不忘干净我就没有办法开始。我花了10年，我很笨，我花了10年我才勉强做到。那这10年还在教书的？不教书。我基本上就是要么在家给他做饭，要么西湖边上遛弯。那这个靠什么为生呢？他的工资比较高，我再干点零活，靠老婆养活10年，有点像李安。陆老师和王老师那有点像那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啊。您是不是你们上大学是不是就在一起了？又是同专业，然后又是同一个学校，很向往，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材料整他可想问你们呢，他可想问你们呢，就是说你们俩是怎么分工工作的？感觉很完美，就是同一个专业能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又是一起上学。而且小点掌握的很熟悉，说这个在车上说，你是他的第一个师妹女朋友，一直就是今天，这叫青梅，这算什么叫呢？初恋百度上是这么写的，初恋即永恒啊，差不多吧，这个陆老师得说说。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在工作当中，你们2个是扮演什么不同角色？现在年轻人在情感或者是找对象或者结婚方面，感觉大家都是一个很相对消极的状态。对，人家很看到这么就是从大学到现在这个事业成功这么长这么好，就是匹配的这么好，是确实让我们很向往。可能是我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儿，但是呢，他不喜欢做的事儿呢，正好恰巧是我擅长做的事儿。比如呢？比如说，这个建筑哈，造起来其实是过程很漫长。你们今天去看的是富春山馆，前后实际上我们花了有将近5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得有多少人在那个里面去把那么复杂的事情给它全部集合起来做下去。项目管理者，简单的说，这个 idea 这种基本的思想，我出的多。对，在各工种之间配合之间，在工地上和施工单位之间进行吵架的主要看不出来是吧？正是因为这样，对，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形成了这个牢不可破的榫卯关系，对，默契，所以也就是你们从一而终的理由。可以这样说。可能最后时间久了吧，就觉得互相都不能缺少。它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因为一般设计院，这个前面做了很多，就是我其实相当于这个工作，但设计院把图纸交出之后，我们中国的设计院基本上是不太管的，就后边就是施工单位干的活，设计院他们说最少就是一般来说去3趟嘛，图纸交的现场去1趟，中间验收去1趟，竣工验收去1趟，3趟可以了。你是设计部门，他是工程部门。不是他是我设计部门的延伸，怎么样把设计最后落实到细节上？其实就打个比方吧，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然后你设计了一种材料，你会要求就是最简单的，我要一个特别巨大的空间，然后我这个空间里面不能有柱子，对不对？然后设计院去来配合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做不了，我一定得给你塞2根柱子。然后你这个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比方说他设计的时候，我这个是木材的，然后他告诉你我买不到这个材料。一个像富春山馆这样的工程，他说的这种事儿至少要发生1万次。我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设计啊，这是工艺。这个为什么我讲这个词啊？我父亲呢是工厂里的工艺科科长。所以我比别人懂这个工艺，因为我总是问我父亲工艺是干什么的。我父亲说啊，我们的很多东西啊，其实设计有的时候不比别人差。这个工艺就是如何根据设计图纸，这有设计课。我们工艺就是把你这个图纸一直到做出来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的品质。你光想，你设计，你做出来啊。所以呢，就是
哎，一直到现在就都影响我。我非常关注，就是一个东西啊，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里边不是没有 idea、没有灵感、没有智慧，它同样啊，你说的这基本对，怎么做出来的？有点类似，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现在主张的这个建筑师就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对，是设计和后面这个建造工艺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其实中国传统的建筑，就是这种，就是它一定要落实到工匠头上，否则的话不算数。这个东西必须要落实。但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建筑，这一套建筑实际上说起来挺原始，就是都是从欧洲从巴黎美术学院那个体系过来的，这一路的建筑师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画完设计之后是不懂材料也不懂工艺，他是脱节的。哎，对，所以我特别佩服这个工艺的人，因为他才是真正能够点石，怎么叫点石成金？他把一张图纸变成一个产品呢。其实这有点像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组合。梁思成就只会画个图样，后面那个工艺是林徽因姐姐。说他的，所以你说的我说的没错，你看，看来我举例举得很到位啊。您这个思想啊，就是10年这个老婆养活了是吧？但是最后瓶颈突破的那一瞬间是怎么突破的？就是他们单位分那房子嘛，我不是说把那个两室一厅做成了一个园林嘛？其实那个东西。我整套的建筑语言就在那两室一厅里头发生了，后面哪怕是象山校园这么大的建筑，基本语言都是在那个两室一厅里头发生的。就是改造那个就改造那个小100米，就是那个很小的，是他们单位分的只有2室1厅，一个80年代造的老公寓楼里面的一个50平方米的很小的一个小房子。我就改造那个房子。就改造自己住的房子。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8间不能住的房子》就是8间不能住房子，基本上把我一套语言做出来。对，其实实际上是8盏灯，是木头做的，是我献给他的礼物。就这么小。哎呦，小木头做的，很浪漫，很浪漫啊！因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我这个灯啊，每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建筑模型。对。我在一个2室1厅的房子，完了里面有8栋真正的建筑挂在墙上，叫小中见大。造园记。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说江南民居的特点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好玩的？江南民居我觉得不能够一概而论啊，我们大的说一下，比如说浙江可能最有特点的，实际上是一种灵活的，木结构的建筑，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养蚕，对，它这个木头是内外2圈柱子的木头结构，完了这个要开始养蚕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灵活的门扇在建筑的外圈，它把这个门扇装上，这个房子就放大。到夏天的时候，它把门扇全部摘下来，把它挂在房梁上，这房子缩小了，但多了很多就像这样的半室外的空间。好像它是一个特别灵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变化，这是浙江最精彩的。那比如说皖南，就是我们说的徽州就不一样，徽州呢是比较早全村变地主的一个地区，那个真是每一个村里几乎就没有穷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主业不是种田，他们是经商的，他们在扬州一带贩盐，拿了国家牌照在那贩盐，所以一个村一个村你去看全是楼房。你想这个中国的北方基本上都是平房，只有在南方才会局部出现2楼，但是徽州不同，徽州全是楼房。那么楼房，而且村子山区地方很小，所以它密度很高，所以它的外墙用大的烽火墙，我们叫烽火墙，就着火的时候你家的火不能着到隔壁家，所以边上用很大的墙体把它围起来，黑瓦白墙，很明显，这种非常实体的感觉，我称之为叫中国的罗马。因为这个特别像意大利，就是这种墙体的实体的，古罗马是这样的感觉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没那么简单，说你就是中国文化，那个地方我就认为那是中国的罗马像意大利的那种感觉完了你比如说到福建或者说到浙江的南部，你会发现这个建筑的这个屋顶都是双曲面起翘的。双曲是什么？就是它不仅是这样取，它还这样取，2个方向取。这一大带的地方的这样的房子，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宋朝房子，因为它的做法
从宋朝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就是我们找得到有没有宋朝的房子？有，浙江南部一直到福建北部啊，大量的这种房子几乎就是宋朝的房子。你去看啊，包括它的平面格局做法啊，而且这个地方的木匠的流派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木匠的做法，一直到清朝都不改变啊，很有趣。宋代木匠的典型做法，就一个是双曲，再一个呢，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斗拱，暴露的这个斗拱，实际上斗拱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宋朝前，宋以后斗拱都是假斗拱，是吗？对，这个到宋代为止，中国的结构是这样，这个柱子到这个斗拱，从这儿开始就变成斗拱体系。对，这个是到了宋以后，从元朝开始，这根柱子实际上一直通到顶上的那个梁底，外面这个斗拱是假的，装饰。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但是你去看一下，比如说福建，包括这个客家、闽南，所有的房子做法都还是宋朝做的。他们说他们住的叫什么皇宫错，就是说每一家的做法是皇帝的那种样式，一点也没错，因为它是宋朝的做法。哎，当然在朝这个广东和福建交接的地方的南方就出现大型集合住宅，这个也是世界奇迹啊！基本上一族，这个实际上更像是魏晋传统的，就那个圆土楼，就是一个家族，就客家那种围楼啊，可能是300户、400户，是这么大规模，叫一家，他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那肯定是一个家族，不分家的。完了之后，它就形成一个集团，完了造出那个300个户住在一栋房子里的，就是我们叫土楼啊。它土楼有圆的，有方的，长方的啊。而且这个做法一直到清朝都在做，甚至到60、70年代，它还在做。哎，这个是一个活传统，就没有中断的。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就这么一路下来有多少变化。这个整个世界，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趋势，就是朝着得越便宜、施工越快捷、越有效率？那是不是建筑也就是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呢？这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斗争就是2种，一种是自然的和人工的进行斗争，一种是标准化的和多样化的进行斗争。你抛开所有其他的斗争，简化最后主要核心斗争就是2种斗争。但现在似乎看来，这个标准化的在占上风啊。反全球化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啊，对不对？这就是阴阳，是的，说不定鹿死谁手呢？说不定中国的传统就是以后的未来呢。对，不好说。真的不就是说不定真的靠中国的这一套东西。最后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当中的问题。大家不在一起。10多年前，我有一个难忘的经验，就是我一个德国教授，汉堡的，带着我们俩去这个德国北部有个岛叫苏尔特。苏尔特是一个海岛，但是这个岛上住了很多的有钱的人啊。你会发现巴黎的大牌的那个村子里居然挂一个小牌，说这是卖什么阿玛尼的，那栋农居是卖什么的，就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是德国人。有钱人度假的，但是我们在那儿，我见到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一个艺术家群体，10几个人，男男女女，他们是一个公社，他们生活在一起，吃饭在一起。那天我作为贵客到达，大家就集体出来迎接我，完了之后给我做好吃的，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反全球化的多样性的一种潮流中的一种，就是他开始以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打破家庭的，它关键是不同的家庭，大家就是过集体生活。那是15年前，15年前吧，很多青年旅社，它也不是旅社，他们就长期定居在那里。对，他不是说偶尔去度个假，不是的。我印象很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隔壁有一个艺术家，不属于这个群体，想加进来吃饭，在这个我们桌子外面转了多少圈，没有人理他。